黛西来了吗？他还没来。我不明白，我为什么比我的助理来的还早？因为您的助理下班时间比您晚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在我还是助理的时候，我从早到晚一直在工作，就像长在办公室，长在律所。我也一直在工作，我从昨天到现在我就睡了3个小时。你是嫌我给你的工作太多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。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别人求你帮忙的感觉？我觉得助人为乐是美德。黛西小姐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我给你发薪水，你应该协助我的工作，而不是一味的帮助别人，好吗？如果你真的很享受这种感觉，你应该去做菩萨，而我们这庙太小了，装不下你。你怎么就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迟到？你去拯救地球了吗？什么拯救地球？你到底是要继续跟我争执，还是工作？公子，快递公司丢失了客户一件裘皮大衣，法院最终只判赔45元。你看一下，上诉期限只有3天了。3天，这时间也太紧了吧？就3天。你为什么找我们？可是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多理由和借口？去不去？去。金子涵快递的裘皮大衣价值44600块，他当时还提供了购买时候的发票。法院一审判决快递公司赔偿45块，依据是邮递费是15元，而且邮递的时候未保价，所以按照所收取资费的3倍赔偿，也就是45元。你接着说。快递小哥在丢失快递之后呢，他就写了一张欠据，他承认自己丢失了裘皮大衣，但是在法院上他又开始翻供，他说他写这张欠据是因为金子涵胁迫他写的，而且他在取件的时候并没有打开包裹，所以不能确定里面到底是不是裘皮大衣。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快递小哥，他是职务行为，不管他有没有写欠据，法院都不会判他赔偿客户裘皮大衣，即便就是他丢的也不会，一审就是这么判的。所以你要找到他，了解情况，请他配合。我觉得很难，他肯定怕承认了，到时候人家让他赔。但是现在问题的重点是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是裘皮大衣的人，因为是他去取的件。那客户是通过什么方式下的单呢？微信。金子涵下单的时候确实说了是裘皮大衣，当时快递小哥还建议他保价，然而他并没有。那就好，那你就让客户陪你去一趟快递公司。如果能和解最好，如果不能和解，就把证据想办法固定下来。不用客户陪我去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不，一定要让客户陪你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官司万一输了的话，客户会认为你跟快递公司串通。不会，我替他打官司呢，他还怀疑我。客户有的时候并不总是相信代理人，所以相信我，就按我说的做。饿了吧？啊？不饿。刚才有人告诉我说，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。我想没时间睡觉的人，肯定也没时间吃东西吧？中午想吃什么？您请客吗？当然。那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喽。当然。一会儿我们别吃面了吧，吃面了容易长胖。你这么瘦还怕胖吗？我当然怕胖啊，哪个女孩子不希望自己瘦一点？哎，罗律，吃了吗？一起吧。啊，我不了，你们吃饱还有事。麦飞，哦，主任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您。吃饭了吗？没。一起吧。哎。我先过去做了啊。好的。帮我来一碗面。到时候要点这个。这些东西吃起来不是更胖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喜欢，2份儿。
喂？啊？我这儿有点吵，我出来跟你说。你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，你好好说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爷爷这事儿吧，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，算是在那儿悬着。他们也不能卖你爷爷的房子，但你爷爷的确是稀里糊涂的签了一个贷款协议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所以你最好的办法是，我建议啊，暂时搬出去住。你惹不起，躲得起吗？本来你说了要走了，我就把你的客户都给了别人了。没事儿，我给你开发新的客户。对了，齐老板，我的确是跟他们说了要换律师，但是他们的要求很严，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认可才能换，到现在还没换成，那就不换了。还是你。谢谢您。对，您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你慢慢打，我先回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您继续说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你是说我的助理吗？他要去拯救地球去了。他就是太不会拒绝别人，你可以教会他。也可以让生活教会他。刚才有一个人打电话说要见你，谁啊？一个女的就说想要咨询点事情。你告诉他我不提供聊天服务。我已经替你约好了，对面茶楼 V3包间。这个人是谁啊？何必？何必？何塞的姐姐。他并没有说，但是我听出他是何必，我也没有说穿他。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的话，他有事儿为什么不找何塞呢？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有事情不想让家人知道，这也很容易理解。可是我跟他并不熟，他为什么要找我呢？可能就是因为你跟他不熟吧，越不熟越好说话，越不熟越没有负担，对吧？对面茶楼 V3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我是不是应该代表地球感谢你？是这样的，佳音姐刚给我打电话说，中午的时候有一群人冲到她家去了，问她要钱，如果不还的话，就要强制执行她的房子，那她都活不了了。你应该去自杀干预中心工作。我要不要帮你写封推荐信？罗老师，那个，您抽空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她的案子？他不是我的客户，也不是你的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无论他是死是活，都跟您没有关系喽？你这是道德绑架。我警告你，我最恨的就是道德绑架。他一直在哭，是真的精神崩溃了。他还跟我说他想死，但是呢又觉得如果就这么死了太便宜那些骗子了，所以他就告诉我他想杀了他们。你是律师，他需要的是一名心理医生，懂吗？天下有那么多律师，林佳音怎么就盯上你了？因为其他的律师都把他给拒了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说你也帮不了他这个忙？我只是他会一直找你，他会不断的跟你寻死觅活。你要么做好准备，半夜接到他电话，他哭哭啼啼跟你说他要杀人或者他要自杀；要么你就早点跟他说你也帮不了他这个忙，你手头案子太多。或者你可以说利益冲突。一个律师要想拒绝一个案子，有很多办法。